大家周末好。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内容其实是非常多的，因为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以下几个点。第一呢，我们要说前2周或者说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市场有很多资金流入股市。那么这个资金流入股市到底流入到哪些股票？那它的原因是什么？那么第二点呢，我想跟大家讲的是，市场已经在3周以上进行窄幅的横盘，那么整个的波动呢，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低的位置。我们可以预期的话，马上就会有一个新的趋势出现。那么我们该如何去应对这个新的趋势？那之后呢，我跟大家去讲一讲说，当下市场上从不同的资金数据上，我们该如何分析？我们这里有什么主动资金，有被动资金，还有一些市场上的观察。来自呢不同的资源和统计，跟大家分享一下后面走势的一些看法。那么最后呢，我们说还是这样，就是如果没有具体的交易计划，没有具体的一个应对，那么任何的分析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最后还要落实在如何进行一个交易和交易的一个计划和分解。那么所以今天的内容挺多，我准备了也花了很长时间，希望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别忘给我们点赞留言转发。有什么问题呢，我会尽量照顾到大家的要求。好，常规的一个操作那么今天常规操作呢其实很简单，这个常规操作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来看看首先我们说这一周我们的热力图，那么热力图呢就是一个有涨有跌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有涨有跌的这么一个状态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特斯拉跌的多一点，那么就是生化板块呢涨得多一点然后剩下的就是其他大科技可能不怎么变吧，反正有涨有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块，就是散户的一个情绪现在仍然是非常非常低只不过说是这个像3月29号这种，我们是比较容易判断的。为什么呢？就是说散户非常看空而且他主要看空的人特多。现在这个位置上，其实我们可以说就是看空的人没有那么多了，但看多的人也少。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市场上的一种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就是一个矛盾的状态。其实我们在很多的一会儿跟大家分享的数据上也可以看到是非常矛盾的那么当下呢可以看到就是说基金经理人的他们的这个仓位呢是偏多那么这个仓位偏多的话，它和市场呢这种走势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正相关就是当它这个数特别高的时候大家这个数高的时候，往往市场上是一个偏什么呢？就是一个偏熊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很好理解，其实我们不用去想他们是聪明钱还是傻钱，其实我们可以理解成市场上资金的一个状态。就是如果大部分人都是什么呢？都是持多仓的时候，自然就不太容易涨，因为场外缺少资金。那么说到场外资金呢，我们又看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再跟大家从具体的资金上进行一个分析。好，我们来看资金面首先呢，我们说上周我们分享的是有50个宾利进入股市，那么这一周不是，这一周的话是有2.6个宾利的流出所以说上周50个宾利流入股市，其实对整个市场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巨大的。我们也看到了它是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兜底儿。那么这个礼拜可以看到是好几天都是这个低开走低之后又拉回来那么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跟上周一样，我们说散户也好，然后我们说机构也好，情绪相对来说还是非常负面的。而且呢，我们说股票回购在5月初马上就要启动了，那么留给空头的时间不多。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市场上这一个周期的财报其实有大家记住这些数字我就没有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写，是52%以上的公司他们的超过预期很多。那么这比平均40%多到50%之间吧，这样的一个平均历史表现来说是多的。是因为什么？是我们上次讲到的这个季度大家对于整个财报的这个预期是非常负面的一个结果导致的。就是说大家的预期很低，那么这个时候呢，整个市场上就是非常偏什么呢？就是非常偏负面的一个预期，反而容易让很多公司的营收是 beat 这个。那么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我们看到 money market， 我们说这是来到历史最大 7.5 个 trillion， 那么整个一个
礼拜就有将近65.3个 billion， 就是600多亿美元的一个流出。那么600多亿美元流出去哪儿了？有说是交税了，那有人说是正好这周是交税，那么还有人说是其他用处。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说，只有4.6个 billion 进入了 bond， 然后呢，同时还有2.6个 billion 离开了 equity。那这个60多个 billion 现在去哪里了？是个谜啊。那么如果有60多个 billion 它是能砸到我们大盘里面去，那么这个对市场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好，那我们再说从熊的这方面，我们看到 CTA 策略的买入是衰竭，而且它已经买的快满了啊。我看了一下其他的一些机构的一些分析，那么这里面的持仓量是非常大的了啊。持仓量非常大的话，意味着它在买的这个过程中啊，那也就是在这个4月份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本来它持有的是90几个 billion 的空头，那么这90几个空头它要平仓之后，又变成了好几十个，大约是50多左右吧的这么一个多头，那么来回里外里就是买了非常多的这个仓位，那么买了非常多的仓位，它就会形成市场上一个买盘，而这个买的过程中，我们说长期投资者啊 ，mutual fund 互惠基金这些，他们相对来说市场比较聪明的一些钱啊，主要是在于选好公司，那他们的整个的表现是非常平淡的，就是他们没有怎么买。那么市场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宽度也和高度进行了背离。什么意思？就是市场上涨的过程中啊，越来越少量的股票啊，走着这个什么呢？走的强。那么后面还有几个分析是跟它几个相关的。那么整个来说，波动率太低，然后机构持仓又比较多，宽度又背离啊，被动资金买不动。那么现在就是取决于什么呢？就是那个65多个 billion 去哪儿？如果都交税了，那还好；如果要说搁在场外，随时冲进来，那是又是另一番景象啊。那么这是我们看到资金面上的。所以说，为什么就是上礼拜我们看到就是这种打架行情？你说大量资金都去玩那个SPX 期权了。玩这 SPX 期权对于市场上真有意思。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朋友们现在大家都去做这个期权那些伽马的一些仓位啊，或者是一些这个 flow 啊，这些其实为什么那么好使呢？是因为在场上处于一个真空期的时候，那么我们说期权啊和衍生品其实对市场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在以前呢，为什么呢？第一，它钱数没这么大，就大家如果这些钱不在这里面玩这些，他们选择去买一些股票，或者说对于一些题材进行炒作，那么你所看到景象就另外一回事了。还要跟大家讲一点，就是当下市场这个走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还有很多人简单的说我们就是应该什么就不看指数多看个股的这么行情。如果有人跟你这么说的话，说明呢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业余的一个想法。为什么呢？因为不看指数看个股，如果在大盘横盘的时候个股精彩纷呈，那是非常典型的牛市特征。这样的话它是一个板块轮动，我们比如说今天是一个什么电动车啊，明天锂矿啊，它轮着来啊，今天它涨明天它涨，它是一个有涨有跌，大家是一个几乎是横盘小涨的过程中，然后不断的有新的一些题材啊，新的一些咱们说的赛道啊，或者说新的一些板块啊，在这里面带着大盘上啊，维持大盘比较强势这么一个过程。而现在的这种横盘属于是只有大盘这么动，然后呢整个的其他的个股没有什么动，或者说动一下就下来，它没有一个持续的一个情绪，所以整体上市场的情绪其实是偏弱的啊。那么这是对于整个每天都看盘的人来说我的一个观察，所以我想分享给你。好，那我特别喜欢的就是说 Sentiment Trader，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一定要去订阅他们的服务，本来也不是很贵，而且呢很多都有价值。那比如说这礼拜他就讲到了说这 for small rally， 然后 volatility dropped hard。那么这里就讲到这个东西，就是你看，就是说它是一个大周期的分析，如果说具体，比如说我们没法具体到分析一个什么呢？就是通过它这个分析，我们具体到一个操作，但是你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小涨之后，但是我们的 VIX 我们的这个期权价格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崩塌。那我们出现了一个期权价格过低的情况下，就预示着什么？预示着市场上在这个位置上盘整要走向终结。
因为你的期权不可能低到一个就大家卖嘛，都觉得横盘，所以大家都卖啊，卖铁鹰啊也好啊，卖 Strangle 也好都没关系，反正就卖到最后也没人愿意买期权，那么这个价格逐渐压缩到这个价格非常低。那么这样的信息对于整个市场是中性偏熊的。其实如果你胜率在40%多以下的话，那基本上这是一个偏熊的啊，这是可以说是一个偏熊的信号了。就是你2个月内都才50%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比较弱的这么一个信号。那么你这个也是比较弱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 number of stocks outperforming market， 就是说这几乎达到历史最低，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苹果所占的全市场市值超过7%，那么意味着几个巨头已经成为了我们 index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那么 index 的力量中是被几个大的巨头和个别的大公司所控制，或者说所影响非常的多。那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市场上的宽度一定是不够的。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什么呢？希望看到大科技、大公司他们平稳，然后我们有不同的题材去炒作，这是一个牛市中比较容易赚钱的，而且是非常稳定赚钱的方法。那现在我们看到不是，现在我们就是大科技之间在动，其他小股票你真的有机会做吗？其实也没有，都跌得七麻不认啊！所以这是我们是看到这种宽度给我们带来的一种警讯，是非常弱的这么一个状态。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说市场上有多有空。那么整体上我们还看到的是，整个从季节性或者节气上来说，4月就是一个比较强的月份。那么相对来说，也体现出了市场上跌不下去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看的一个是 65.3 的 billion 去哪儿，但是后面的话，对于 CTA 也好是卖出啊，同时市场上没有大量的长期资金投入啊，市场上被这个玩的非常厉害。被玩这个期权市场玩得非常厉害。那么我们可以说，现在来说，从整个的这个表现上来看，我们的这个趋势，也就是说这个横盘的趋势接近了一个尾声。好，插播一个小广告。那么我们的反收割训练营在这段时间进行了全面的一个改版。那我们的课程呢是不断的在进行一个更新啊，不管是新的战法、新的案例。因为市场是千变万化的，随着市场的变化，我自己的一些提升也好，还有就是对市场理解的不同也好，会有不同的想法。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会把课程不断的进行更新，而且我们重新设计了内容啊，也就是给大家呢更好的一个自学的一个平台。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别忘了到我们的这个网站上进行学习啊。如果就是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看我们很多课程已经是一个公开的啊。那么对于初学者来说的话，我们有入门的课程是免费开放给我们初学者的，还有我们的 Discord 的这个频道呢，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准备要改版了，就是6月份我们会有一个价格上的一个调整。那么这个之后呢，在这之前，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还是可以欢迎大家随时来这里面去感受一下，我们仍然是本着随时进随时出，你随时进出的这么一个自由的状态来做的这个生意。好的，那我们这个小广告结束，大家继续。好，那我们来看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分享。那么重要的一个分享，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就是换一个图给大家。那么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标普标普的话，大家看这个是有一个特有意思的现象。这2天的一个虽然是小幅的一个横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来我把我的脑袋搬到别人去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市场上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波动率极低，但是我们的隐含波动率增加的一个过程。也就是我前2天，就前天的时候，其实数字大家可能看不清啊。前天的时候，我在开了一个双开的时候，这个地方呢，它的 IV percentile 已经来到1%，但今天已经到了33%，就是我们市场上期权的定价在7天启动。那往往我们可以看到，当期权定价远高于他们这开口很大的情况下，大家看这种远高于这样的一个它当时波动率的时候，比如当时波动率是横盘，但期权的价格先上了，那么往往的话会来有什么新的趋势或者新的波动，往往会有新的波动
开启。但是这个新的波动往往是什么呢？是一个反向趋势，就是比如当下是横盘，它有可能就出现一个上涨或者下跌。那么这里比较多的时候是下跌，因为下跌的时候容易激发它的一个什么呢？容易一个激发它现在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波动率的增加。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波动率在现在的这个地方，牛市的话往往是这样，就波动率小于定价，也就是我们的历史波动率 HV 小于 IV。那么现在的话是熊市的话呢，就是经常出现纠结状态。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它当下市场的走的这个波动极低，但是我们的期权定价已经开始动了，那说明什么？说明市场上已经有部分人开始这个进行布局有部分人开始布局了。那么我是怎么做的呢？好，我在这是做了一个双开，我在这是做 QQQ 的双开。差不多是335 call 和305 put， 然后呢是8月份的8月份的。那么主要是做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 Vega bet， 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它的波动率增加的话，那么我看这个地方增加的话，那我很就是只要走单边，我这里就不太容易吃亏了那么这个是我整个的这么一个操作吧，这是我这么一个操作。所以说这是我们对于大盘的这么一个判断。那么换成另外一种方式来看大盘的话，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判断这个大盘的时候，我觉得也不应该什么呢？就是说过于的就是因为我们说看到这些消息比较偏空，然后我们就选择一定是空。其实不一样，因为从形态上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大的一个什么呢？大的一个下飘旗或者是牛旗，对吧？这里有大的一个下飘旗或者牛旗也好，或者说你看到这里是一个类似于 W 底的结构也没有关系。那么拉上来之后，这里是一个连续的一个收敛，对吧？连续收敛，现在收敛就形成了一个箱体，我们把它扩大一点到比较细的一个层面上来看。那么这里形成箱体以后，我们就在这个箱体上画一下，简单的进行一个画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什么呢？我们就看到上面是一个阻力线，下面是一个支撑。把箱体画好以后，它就在这个箱体的这个里面进行一个震荡，就是你就玩这个箱体就可以了玩这个箱体可以。那现在的话，我们是选择什么呢？你的操作就变得异常简单，就是我们不用说特别的，一个是在箱体下面进行买入，然后箱体上沿卖出。那么现在越收越窄的情况下，你就可以等它突破以后一个回踩，突破买入，或者说回踩买入，然后吃上面一顿，然后止损就在这个箱体。如果箱体大家看，如果我们现在形成了一个假突破，对吧？突破了之后再下来，那么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假突破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什么？进行一个放空进行一个放空。那么底下的操作仍然是一样的，就是如果它现在是跌破反弹不过，我们可以在这放空，或者说在这儿放空。那么如果它出现了一个破线翻上去的时候，我们在这儿又是一个买点。所以其实的话，我们是一个中性，或者说不管你宏观上怎么分析，在操作过程中它应该是一个偏中性的这么一个操作偏中性的一个操作。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跟大家分享的这么一个看法，而且不排除这个位置上是向上，而且千万不能说我们上来就有预判预判它一定怎么样，没有一定怎么样。这个如果真有60几个宾利进去，加上股票回购一出来，他们往上一冲，那绝对还是有可能的所以说我们不能说直接就是有一个主观上的这么一个判断。所以说这是大盘的这么一个交易的计划，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那么另外一边呢，国债这个地方，我想跟大家说没得玩了之前我们一直在刷这个国债一块一块的刷，而且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至少整个这几个月吧，刷了10几块钱不止，对吧？你看这样的一个这儿刷，这儿刷，这儿刷，这儿上面刷，就是我刷了这么多次没有一次是让我带走或者说是这个买入。意味着什么？上面卖 CC 也好，下面卖 sell put 也好，现在卖不出肉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下 TLT 的这个波动也是非常非常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定价比例比它的波动率还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长时间都是这种没波动的一个状态它的整个的波动率是比它的还低。所以说对于卖方来说，长期来说 TLT 就是一个被卖方控制，卖方卖的太厉害了，所以它现在这个
IV 啊都已经来到 percentile 是0啊，这是最低，来看这最低。所以呢，它这个 IV 太低了，以至于说低到了我们没法做了啊，这没法做了。所以我们这卖期权啊，卖期权已经卖不出肉了。那既然卖不出肉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不强行去卖，我们这个卖的差不多了。还有一点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我们投资者呀，是不能不淡定，就是你看这个一到上沿了就急得要死，就怕就差这一口都不行。其实你非常淡定的都画好了嘛，在这儿。它那个日线没突破，你突破了以后，它还可以回踩，你再做嘛，对吧？就说不用那么不淡定。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就是这个顶部其实是一直都在这儿啊，你就直接想好了做就行了。然后这个地方有2个都是破线分嘛，然后就在这儿2条线画好了。那现在它现在小支撑是在104，就在104这儿，这个中间做也可以。等它一旦出了方向，你完全可以什么呢？完全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突破买入。对吧？因为国债的一个突破买入很少有假突破，因为比如说国债它走趋势啊，走趋势，就是说我这突破了啊，比如说这个地方三角形突破了之后，它一般来说啊，大家看就是说横盘，你看突破它会回踩在上，或者说这横盘又突破了，它还给你一个三角形，就是说它很少，比如说你看这横盘跌破了之后呢，后面还有一个趋势，就是你很少让看到国债会给你走出一个什么假突破呀，或者说它还整体是非常规矩的。所以我们的这个位置上你要注意，就是说它在这个位置上进行一个横盘，那么这个横盘有它的一个多义性。什么叫多义性？就是这个走势它可以在这个地方形成突破以后向上攻，当然也不排除在这个地方向下进行一个什么呢？进行一个走势。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如果这个地方跌破了，比如说102左右，它跌破了以后，我呢趁着这个期权便宜，拿出一部分钱，你其实就可以在这个101、102就几毛啊，你几毛或者说几毛钱啊，就是能保好几礼拜的这个保险也可以。如果真担心的也可以，或者说你就大概我们其实大概也就是在这个差不多这几个位置上买入的。你就等它到这儿之后卖出了也可以，反正我们来回刷了有这么长时间了啊，所以国债这个东西就是没什么可讲的。然后再说特斯拉的话，我觉得基本上不能碰了，就是说这个东西没必要。就是说我们说你长期投资者吧，但我会发现没什么真正长期投资者，都是每天盯盘，对吧？然后呢，以长期投资者来麻痹自己。那我们这之前给大家说过很多次了，就是这个位置上是一个168到172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间，如果它不能马上翻上去的话，那么它这个位置上形成向下的这个压力，那么它后面这一块，也就是说从120到140之间是一个真空的，那上面这卖压一旦往下灌的话，那这就要了命了，所以就非常难受。这个如果市场大盘不好的话，大家注意特斯拉这个位置上你要特别小心。特别小心。对于公司长期那不用说，我非常坚定的支持这个公司的发展，没问题。但是咱们交易不是说跟它较劲啊，不是说非要怎么样，什么非怎么样。那么这个位置上就是一个你要小心的位置，而且大家注意，好多人都在等这个缺口。缺口我基本都不用，原因之一就是到这儿来你都知道你在这儿等，那我就往下砸到这之后你肯定有买盘嘛。买盘上来之后弹上一点之后再灌破又成套牢了，等于说这个买盘去救这一块的，然后再套牢了之后再找其他人去救这块的。一般来说向下杀就是这些买盘再去止损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特斯拉，然后我们再看看半导体最近比较强，那我们就看 AMD 好了。AMD 的话，这是连续上涨之后的一个弱回调，或者说是慢回调。那么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做多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啊，比如说这个季报，我会第一时间为大家解读这个地方，比如说能不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突破。那么我觉得是可以的，说形成一个突破之后，它也可以在这儿做一个震荡啊。对吧？那么也可以选择向上攻啊，都可以。我希望它是做大震荡啊，希望它是大震荡，因为这样才是一个强势。因为你可以看到趋势其实已经反转成了一个向上的这么一个趋势，对吧？已经反转成了一个向上趋势。那么这里它如果我们给大家从缠论解盘的，那你看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你说五浪也好，或者说这是一个奔走型中枢也好，都可以，对吧？那么你这个地方走完之后，如果它能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一个小的回调。
而这个回调的时间也够长，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标准的300，那么这是2嘛，这是1，然后这是2的什么呀？一个类似于类2点，那么这是一个类2买，那么类似于我们这样的话拆解出来之后，那么这个就还有向上的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啊。那基本面上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一个分享，那么只能说 AMD 这个地方它是如果能再向上进攻的话，或者说我们形成了这个3类买点啊，那也很好。那么在这儿形成一个震荡，那么形成了新的这个盘整区或者中枢，那么这个就是更凿瓷实了，那就是凿瓷实了，走这种趋势啊，那么更好，那说明这是强势股的这么一个特征，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好，大家不好意思啊，我刚才在讲的时候忘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然后我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补充啊，重新再录一下啊。那么首先我就忘了说了一个 topic， 就是市场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资金啊，他们的博弈是怎么来的？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当下市场很多资金不愿意去国债，就是因为国债啊在这个位置上，它有一个美国政府现在出现了一些波动很大，就是国债的波动非常大的情况下，包括政府有没有可能啊欠债啊，包括 default 这个 rate， 其实虽然概率很低了，但是不管出什么样的结果，对美元对美债其实都有信誉上的一个影响。那不管它是最后就是增加了债务上限啊，还是最后以什么方式去结束，那么它对这个整个美债会有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会看到，其实资金选择了一些资金流或者说现金极多，然后呢就是比美国政府还要更稳定的这些公司做了一个投资。比如说我们看到麦当劳这个地方连续出现卖出，而且连续超买的信号，为什么？就是麦当劳能让你涨这么多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现金型的，就是现金多，然后呢它能比政府还有效率的多，对不对？所以呢大家看这个我们也突破了一个回踩，我们注意看 Costco 的这里突破了一个回踩，对吧？ Costco 这里面突破回踩，它就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这个资金去青睐。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啊，苹果这个地方卖信号了，对吧？苹果的这个赚时间也是非常强的，对吧？那我们再看说微软也是，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资金去青睐于我们所谓的这种老爷车股票，对吧？那包括就说老牌的一些股票啊，还有包括一些这些什么这个药股啊，它现在有这些资金在这个地方搞，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看到就是他们的，比如说麦当劳它所带来的包括可口可乐，对吧？我们可以看到可口可乐，对它所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走势，就走很强的趋势了，算是。就是因为他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经营和垄断性其实比政府还要强，所以说很多资金说在这个位置上其实是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公司。